无畏曲折迷离 ，K 姐奇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2019年的6月，一则由美国海军拍摄的 UFO 视频引发了热议。只见3个三角形的不明物体在空中不断闪烁和移动。事实上，在公开的影像资料中，早在2004年就有美国海军拍到的 UFO， 但直到2020年，美国国防部才公开承认了影像的真实性。之后，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不明空中现象小组来研究 UFO。在2021年的6月25日，五角大楼如期发布了耗时180天才完成的 UFO 报告。那么，这份报告究竟透露了哪些关于外星人的信息呢？海军所拍摄的 UFO 视频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时间来到2017年的12月16日，《纽约时报》发布了3个疑似外星飞船的 UFO 视频，它们分别被命名为 Tic Tac、Jimbo 和 Go Fast。这些视频不但包括了驾驶舱的显示数据和红外图像，还包括了目击到全过程的飞行员之间的通信音频。有趣的是，这些视频都是由路易斯·艾利桑多提供给媒体的。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曾效力于美国国防部，也是前美国陆军反情报特工。在上期视频中，我们就曾介绍过艾利桑多这个人。他在五角大楼工作的时候，正是一个美国政府设置的 UFO 秘密项目的负责人。但后来，由于某些人想要隐瞒 UFO 的真相，并企图对艾利桑多的调查进行阻碍，这导致了艾利桑多的辞职，并与政府之外的致力于寻求真相的人走到了一起。2017年10月，辞职后的他将手中的部分视频证据交给了媒体，因为他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和他一起了解到真实的情况。那么这些视频究竟拍到了什么呢？关于这3段官方透露的 UFO 资料呢，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就有多次提到了。在这里呢，我们就简单的再看看，免得新来的朋友会一头雾水。首先，官方的第一个视频拍摄于2004年11月14日。当时，在美国南加州海岸附近，飞行员中校查德·安德伍德所驾驶的战斗机装备了先进的 FLIR 红外摄像机。那位于飞机左侧的红外摄像头记录下了一个白色椭圆形的不明飞行物。安德伍德将其命名为 Tic Tac。Tic Tac 其实是一种美国的口香糖。因为他觉得这个物体看起来像极了口香糖，只是这个 UFO 是放大版的口香糖，因为它有12米长。它既没有机翼，也没有推进装置，而且当时的 Tic Tac 正好位于18000米的高空中，但它仅仅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就快速下降到了距离海面15米的位置。据专业人士解释，要想达到这么快的速度，还没有明显的推进器，这显然不可能是由人类制造的。另外2段视频所记录下来的 UFO 被分别命名为 Jimbo 和 Go Fast， 那是在2014年到2015年期间，由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的战斗机飞行员在美国东岸附近拍摄到的。视频中的 UFO 同样以违反已知物理定律的方式高速移动着，虽然看不到明显的推进装置，但它们却可以毫不费力地加到声速的20倍，而且还能够在空中随意悬停。直到现在，依然没有任何人可以解释这一切。在 UFO 视频被曝光之后的这2年，各路媒体一直针对这3段视频大做文章。有人说是真的，也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直到2019年9月，五角大楼的发言人苏高夫才终于证实了这些视频确实是由海军飞行员所拍摄的，并指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他说，近年来不明空中现象侵入海军训练场的次数还在增加。几个月之后的2020年4月27日，五角大楼正式发布了我们刚才看到的那3段视频。苏高夫还明确表示，之所以公开这些视频呢，就是为了消除大家对这些视频真实性的误解。事实上，被拍摄下来的 UFO 视频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很多。2021年4月，
五角大楼再次证实了一组拍摄于2019年的 UFO 视频和照片的真实性。这些被泄露的视频和照片来自于五角大楼的一项 UFO 任务。海军人员在美国西海岸的罗素号航空母舰上拍摄到了好几个悬浮在空中的金字塔形状的物体。可以看到，那几个物体在云层中不断地闪烁和移动着。有人可能认为，这不就是传说中美国政府秘密研制的 TR-3B 反重力飞行器吗？但通常 TR-3B 下面有3个闪光点，而这几个却没有。那它们究竟是什么呢？还有其他一些来自于官方的影像资料，有的来自于工作人员的手机，有的来自于雷达，还有的来自于热成像技术记录下来的影像。比如这一段，在2019年7月由海军飞机所拍摄的视频，被奥马哈号战舰的作战信息中心记录在案。视频显示，一个在水面上方飞行的球形物体，在圣地亚哥附近的水面上飞行了几分钟之后，便消失在了大海之中。所以，综上所述，目前大家公认的是，这些 UFO 在大气层中的飞行速度显然违反了已知的物理定律，并且这些 UFO 所使用的技术也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现有的技术。尽管五角大楼做出了回应，承认这些视频都是真实的视频，但仍然有许多人持怀疑态度。有人甚至认为这些视频中的画面是由光的折射等光学现象造成的，也有人说视频拍摄到的是某种气象气球，甚至还有人认为这些视频很有可能是用特效伪造的。当然，我们都知道，在有些人看来，所有的 UFO 都是阴谋，都是美国政府发布的虚假信息。但是在上期视频中，我们介绍了美国发布的 UFO 报告背后的来龙去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去看看那一期。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导致的。美国政府这几十年来也确实隐瞒了不少真实的 UFO 内幕。为了搞清楚官方公布的 UFO 视频的真实性，甚至还有研究学者专门把这些 UFO 的视频拿到好莱坞制作人那里去鉴定它的真假。结果显示，那确实是没有作假的痕迹。那既然官方承认是真实的，那民间调查人员也鉴定了，认为没有作假的痕迹。那进一步的问题就来了，这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官方报告到底透露了多少信息呢？他们会不会承认外星人就真的存在呢？在五角大楼公布的 UFO 报告的倒计时的180天里，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在关注最终的结果。人们都在猜测，这最终的报告是否会像许多 UFO 爱好者所预测的那样，政府又一次掩盖 UFO 的真相，还是说报告真的会揭露出令人震惊的真相呢？2021年6月25日，五角大楼的 UAP 特别工作组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一起向国会提交了万众期待的报告。报告题为《对不明空中现象的初步评估》。这份报告只有9页，代表了美国政府对不明空中现象有史以来最直接和最实质性的公开报告。这份报告重点关注了2004年至2021年间美国武装部队对不明空中现象的144次观测，其中主要出自美国海军。初步评估发现，那144个 UFO 案例中的143个无法得出确切结论。唯一一起能够得到解释的 UFO 事件被确定为是一个巨大的漏气的气象气球，也就是说，只有这么一例被确认为是假的。此外，其中共有18起 UFO 事件具有不寻常的飞行特征。这些 UFO 可以在高空中保持静止、逆风移动，或者以相当快的速度移动，并且没有明显的推进方式。关于其他的案例，官方报告里说，我们没有证据表明这些 UFO 是属于外星生命，但也没有证据来排除这种可能性。这份报告的内容对很多人来说无疑是有些失望的。失望的人认为，这份报告并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因为政府并没有直接承认有外星生命的存在，
但这对于长期研究 UFO 的人来说，则代表了一份姗姗来迟的认证，因为报告中政府明确地承认了世界上的确存在着许多用人类现有的科学无法解释的不明物体。著名的调查记者乔治·奈普就表示，这份报告对他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它至少说明了2件事：第一， UFO 是真实的；第二，它不属于人类。此外，报告还针对 UFO 事件做出了5种潜在的解释，分别为：1. 空中杂波；2. 自然大气现象；3. 美国一些组织秘密研制的项目；4. 外国敌对系统；5. 需要额外分析的其他类别。而报告中对于其他这一分类的解释是说，我们可能需要超越现有的科学知识，才能成功收集、分析和搞清楚其中的一些现象。也就是说，被归类为其他类别的 UFO 有可能是出自于地球以外的文明。尽管地外文明一词从未出现在报告中，但一些研究学者认为，报告里明确有写，我们可能需要从科学上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弄清楚它们非同寻常的飞行方式。换句话说，现在美国政府已经承认，在天空中的确存在着科学家和军事人员无法解释的不明飞行物。有人说，人类需要提前想好应对措施，并建立一种标准化。艾利希·丹尼肯曾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诸神的战车》中提出，当地球的文明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外星人就会找上门来。尽管许多人都希望这些 UFO 能被政府定性为来自外星，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接下来人类又该怎么办呢？